嗨，大家，你现在收看的是 Olivia OO， 我是 Olivia OO。今天这集要跟大家分享我做的3个外挂式的领子。那我们一起来看做法吧。第一个是彼得潘的小圆领，这是一个双面领，所以翻过来有另外一个花色可以做搭配。我拿一件比较小的圆领的上衣来做模板，画好之后把它们对折，等一下我们会拿它来当做画模板的依据，所以我取它的最高点跟最低点画出一个矩形。做上一些标记之后，把它剪下来。其中一边等一下为了方便画模板，所以我就沿着刚刚画的线把这个领口的弧线剪下来。再测量一次这一个弧线是不是刚好可以在不用伸缩的状态下平放在脖子这个维度上。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就可以开始画模板了。首先画一条水平基准线，这个会是背板的中线。拿这个水平基准线做一个垂直的90度角，画出给背板领口的弧线之后，我们现在要连接到前板领口的弧线。下面的弧线是给前板的模板，上面的弧线是给背板的模板。在两端各画出90度的垂直线。拿刚才画模板的上衣来做比对，对齐背板的中线还有肩膀的缝线之后，看看前板的中线是不是可以落到刚刚画的地方。我的产生了一点误差，可能中间这一条肩线没有垂直，就稍微做一些调整就可以了。我复制了这个曲线到另外一张纸上，方便等一下可以再拿这个一模一样的东西来做不同的模板。接着从前板的端点出发，画出一个牛角的形状。这条线在碰到肩膀的缝线的时候，大概是7公分，一直到背板的中线的时候，大概是8公分。加上1公分的缝份之后，把这个模板剪下来，我们就可以剪布了。这样子的形状，我们需要2块布，一块上，一块下。因为条纹的关系，所以我切成2块，要在中间多加1公分的缝份，然后正面对正面把它们缝合在一起。在背面烫上衬布之后，可以帮助它定型。接着我们就可以把它跟另外一个新月形正面对正面缝在背面。记得留一个小缺口，等一下我们要反翻。在布料要转弯的地方会有比较多的布料，很难以拉开，或者是重叠在一起会显得太厚，很难
有一个平整的感觉，所以我们可以在转弯的地方都剪一些小开口，然后就可以从刚刚我们留的缺口那里把布料整个由里往外翻过来，用熨斗烫过一次之后，我们要用手缝的方法把这个缺口补起来。这里用的是长针缝。接着在这个领子的前面的两端缝上钩眼跟钩子，这个领子就做完咯。接下来跟大家分享的第二个领子是蝴蝶形状的，其实做法跟上一个彼得潘领子很像。用我们刚刚画出来的模板雏形，我们要在肩线跟前板中线之间画出一个蝴蝶翅膀的形状。翅膀的大小跟形状的设计可以取决于你的肩宽跟自己的喜好。延伸肩线的弧线，然后一路画到背板的中线之后，就可以把模板剪下来。为了等一下缝的时候方便，我这里没有先留缝份。跟刚才一样，我们需要剪出一模一样的2块布料。因为线条设计的关系，我必须剪出2块对称的布料，然后在背板的中线这里做结合。接下来就把上下2块布料的正面对上正面缝合在一起。我们要在比较平缓的线上留一个缺口，等一下我们要用缺口来反翻整块布料。为了让它在反翻过来之后布料是平整的，我们要在所有有曲线、有转弯的地方都做一些缺口。在反翻过来之后，我用熨斗把这个领子烫平之后，缺口的部分我用另外一种叫卷针缝的方法把它们缝合在一起。这次我选用别扣把它们缝在这个领子的开口处，那么缝上去之后，领子就做完了。第3个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在网络上下载到的免费模板，我会把链接放在下面，有兴趣的观众朋友可以去下载。先把中间这一条多余的白边剪掉，然后把2张纸粘贴在一起。
接着按照它的线剪下这个模板。你会有一个绑带跟领子的模板。它的模板并没有留缝份，所以我留了大概1公分、1.5公分左右的缝份之后，剪裁出一模一样的形状的2块布料，还有2条绑带，还有1条可要可不要的荷叶边的缎带。它的网站上面写的是用8公分宽，但因为我有的上下2块布料花色不一样，所以我要做结合，所以我剪裁出的是5公分宽的缎带，长度大概是2.5公尺到3公尺。如果没有上下布料不同的问题的话，大家可以跳过这一段。在结合长缎带的时候，可以90度正面对正面缝在背面45度角的位置。把多余的布料剪掉之后，把缝份往两边摊平，正面对正面跟另外一个花色的缎带结合在长边。缝好之后，把缝边藏起来，反倒正面之后用熨斗烫过。接着，为了做出荷叶边，我们要在没有缝合的那一个边上面缝2条针距比较宽的平针。接着把同边同一侧的2条缝线拉扯出皱褶的感觉。在做这个步骤之前，建议先在两端的缝边往内翻折1公分来做收边。接着拿出领子的本体，正面对正面，把它们在背后中线的地方结合在一起，并在布料的背面烫上衬布。为了避免荷叶边在缝的过程中滑掉，我决定分开来缝这三明治缝法。我应该要在这个时候就已经做好前面的绑带，然后把它跟这个荷叶边一起用三明治的缝法把它们缝合在一起。可是我忘记了，所以你应该在做这个步骤的时候，把绑带安插在前面绑带的地方，也就是说，这个荷叶边应该会再往下移大概2-3公分，因为我的缝份是1.5公分，我的缎带是1公分宽，所以我应该要把荷叶边在前面的地方往下移2.5公分。布料的正面对上布料的正面，我们要把这个边缝合在一起。这一次的缺口我决定留在领子的内侧，因为外侧有荷叶边，我就不想去动它了。
反翻之前，同样的剪一些小缺口，让它在布料翻过来之后会是比较平整的，然后也比较好拉开的。反翻过来之后，用熨斗把它烫平。我在把缺口缝合在一起之后，才意识到自己忘了放绑带了，所以应该在前面这边，在刚刚提到的那个步骤之前，就已经先放绑带。绑带的做法就是把长边往内折到中间，然后再对折一次，然后缝在开口的边上。同时，我也在应该放绑带的地方做了一些修正。最后，我把绑带放到这个缺口上，用手缝的方式固定起来。那么，这个领子就做完了。今天这集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不知道大家喜欢哪一个领子的设计呢？欢迎大家在下面留言跟我讲。如果你喜欢今天这一集的内容的话，你可以给这一集按赞。如果你想看更多这样子不一样的设计的内容的话，你可以按订阅频道。那我们下次见咯，拜拜。